我觉得今天这家店是真的把我可爱到了，每道菜用的什么食材都还专门写给你看。在日本有很多这种寿喜烧的老店，真的是非常老的那种，藏得很隐秘就不说了，还很不好约，耍什么大牌啊？又到了吃寿喜烧的日子，今天我们就来一探究竟啊！日本这种贵到死的寿喜烧店都什么样子？予約したの龍です。龍様、はい、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した。どうぞ6度3分で。はい、すき焼きは2回ですね。はい、今ご案内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。对，进这种店的第一步一般都是脱鞋，然后你们就会发现，把我们带上楼的、带进房间的，再是介绍菜单的，最后是帮我们烤肉的，是4个不同的姐姐，感觉莫名的高端。点菜的流程非常复杂，但总结下来其实就是超贵跟巨贵2个选项。不过上菜之前提醒个事儿，就是夏天到了，吃日料脱鞋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小尴尬。然后我就发现日本人很爱用这个小林制药的步履清除臭喷雾，像运动鞋、帆布鞋、合成皮革类的鞋都可以喷，它可以渗透到纤维内部，从根源上消除异味，比其他的除臭办法效率高很多，不仅能够很快消除异味，还可以抗菌防霉。但在换季不穿的鞋子里面可以养护鞋子，时间长不穿也不会发霉，而且一瓶可以喷800次左右，性价比非常高。说回刚才的前菜，还好这家店的前菜只有1道，这道菜就叫水无月，这其实里面每一小坨都还挺精致的。这个是鸡蛋红豆糕，吃起来像那种微微泛甜的鸡蛋布丁，我喜欢。然后是一块不知道涂了什么酱的烤鱼，上面是芹菜的碎末，非常清奇的搭配。然后是一小颗牛肉，他们专门在牛肉的外面涂了一层牛肉末。接着是一些6月限定的蔬菜，然后上了2盘巨可爱的刺身拼盘，这颜值比味道还要好。鲷鱼、金枪鱼跟乌贼蘸酱油就可以吃了，但海胆还是要好好品味的。拼盘最上面是一坨和牛寿司，肉只有外面的一圈是熟的，吃起来巨嫩，特别美妙。然后是一份类似茄子煲的东西，它这个味道真的是巨奶，就像加了奶油一样。里面的鱼肉还特别下饭，真好吃。烤的2条鲶鱼就还一般，不过刺儿都是挑走了的。然后又是一份特别可爱的菜，烤和牛，看看这个肉质，软的像夹了一坨雪花，一次吃2坨。巨软，不知为什么又想听莫文蔚的歌了。然后看到阿姨悄悄的把锅端了进来，我就知道我们要到最后的主菜了，一份寿喜烧，一份小火锅。这个也是阿姨全程帮我们弄，我们就不糟蹋了。吃之前还要介绍一下各个蔬菜的产地，然后2个套餐里面总共有6片和牛，其实已经很多了哈。然后都是6种不同的吃法，特有仪式感。第一片是蘸着生鸡蛋液吃，哇，这个生鸡蛋液可以把和牛脂肪的那个甘甜给衬托出来。然后是柠檬秋葵味儿，又是奇怪的组合呢。火锅涮的就完全不同，缠绕着这种蔬菜的清香。然后这种高级餐厅的甜品你们都懂的，肯定会是什么昂贵的水果。阿基推荐指数9分，卡玩意儿。自从上次吃了那家法餐的鹅肝饭之后，现在整个人非常混沌，感觉1周不吃鹅肝那个血压就上不去，非常的不合适。所以今天又去找了一家好吃的店，又到了吃鹅肝饭的日子。今天我们也是来居酒屋，就是这家藏在日本地下富人区的店了。6です。さっき電話しました。这家店就是人太多了。6はどうですか？じゃあ1つだけでいい。他のおすすめは。其实这种店在日本都算是比较高级的居酒屋了，就是各种奇怪的日本酒它都有。我们的小菜是一杯玉米布丁，它是一种又甜又咸的布丁味。还好第2道菜就是我今天特别喜欢的一道菜，鸡汤炖牛舌。它这个也是煮到你一咬就能下来，在嘴巴里一顶就能摊开的那种程度，这真的好大。再搭配着上面那一坨山葵酱。牛舌里面吸的鸡汤几乎在往外喷，感觉自己分泌了一吨多巴胺，太爱了。下道菜是油豆腐包火腿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现在看到豆腐我就有一种生理反应。直接一口吧。但其实这个味道还挺好，就是有点难描述，很复杂。我觉得厨师应该是把火腿揉到了午餐肉里面，才会有这样的味道。口感是午餐肉，但是味道却是火腿，然后豆腐也会中和火腿的那个咸味儿，好吃哎。然后这个面也是我今天很喜欢的一个菜。妈呀，我发现我真的好花心，它是番茄香肠面，它那个酱里面还有一点百香果的味道，就非常的夏威夷。然后上了一份海胆烧麦，就是肉烧麦上面配了一个海胆。为了不让我的门牙碰掉那个海胆，我努力把嘴巴张到了最大，不过还算好吃。接着是黑松露寿喜烧盖饭，就一小碗，而且上面就一片肉，戳破蛋黄，那个黑松露的味道就跟坚果的味道差不多。用裹满了蛋黄的牛肉卷一片黑松露，是东京墨尔本的味道了。接下来还是牛肉，低温烤制的和牛，是烹饪和牛里面非常常见的这种做法，我们直接跳过吧，因为我们接下来要吃鹅肝饭了。我跟你们说，这个跟法式的鹅肝饭差别真的很大，上面是微甜的照烧酱，这个酱跟鹅肝里面的油水特别配。然后我个人觉得它的点心之笔是下面的白米饭，我第一次觉得米怎么可以这么好吃，原来鹅肝也可以这么家常。实名推荐这个饭，吃完之后来了一份海鲜3拼饭，里面的鱼子酱跟海胆特别好吃，不过也就一小口。然后最后一道硬菜是卤猪排，带筋的那种，这个菜怎么不早点上啊？它菜单上面写的是软骨，但骨头可能已经被高压锅压坏了，真的是稀溜趴。最后的甜品是巧克力熔岩蛋糕，上面也铺了一层黑松露，这才是真正的熔岩蛋糕，非常满足的一天。阿基推荐指数8.5分，卡玩意儿。我去，你们看今天这个寿喜烧，其实自从上次之后就没吃到过像今天这么好的店了。这才是寿喜锅最好的味道。
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阿 Z， 是不是很久没来吃寿喜烧了？然后我今天就在网上搜，就看到了这家比较破的小店，但是我一看他们家的开店日期，我惊了，1886年，那个时候我还在上小学，所以我就很好奇，是什么让他撑了这么久都没倒闭？すみません。リュウです。予約しましたリュウです。他家这个榻榻米我踩上去都在响，不过他们家氛围是真的挺好。我挑了一个坐在窗边的位置，窗户打开就是后面的庭院。はい、お願いしま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少しだけ追加したいけど、トークでいいです。1、2枚。这个就是他们家的菜单，上面基本上就只有牛肉跟酒，牛肉还分贵的跟便宜的，就都试一下哈。じゃあ最初はこちらで。これは自分で焼きますか？来看一下便宜牛肉跟贵牛肉的区别啊。这是3000一盘的肉，这个是3800一盘的肉，它上面的油会很多。我们还是先让小姐姐烤便宜的吧。下菜的小姐姐真的是非常的认真，然后就是塞满寿喜烧的料，看起来非常爽。然后等它煮开就可以了。这个葱根的味道真的巨香。对了，这个鸡蛋液，我上次看到有人直接把它丢到锅里煮，也不是不行，也是可以的。它这个其实是用来蘸这个肉的，反正你怎么吃都可以。用这个带了一点葱香的牛肉，裹满刚才搅好的生鸡蛋液。这一口真的太绝了！不过看到对面坐了对情侣，我就想到快到七夕了。买包包我都在评论区的得物上面选 ，LV 这些大牌包比专柜都省几千，还有专业鉴别，买着放心。好了，我们继续吃。墨鱼丝也煮好了，这个魔芋丝裹鸡蛋液的效率真的很高。脆嫩脆嫩的口感，你也可以把它煮久一点，煮到那种一夹就断的样子，也很好吃。然后我们再来试一试贵的那盘肉，它就是更大一片，再加上一点酱汁，等它变色就可以吃了。因为它这几块肉脂肪比较多，所以就很适合配着米饭吃，特别的下饭。这个就是刚才那块最大的肉，再往嘴巴里送一大块米饭，就很过瘾了。你还可以用和牛卷着大葱吃。其实我之前也不怎么吃葱，但直到我尝到了葱根其实是甜的之后，就爱上了大葱。茼蒿也差不多了，也可以用它跟葱卷在一块吃，双重美妙。最后再来一块豆腐，这个才是豆腐的正确做法呀。再来一块肉卷茼蒿，今天也就是寿喜烧大满足。不过残念的是他们家并没有甜品，买完单之后自己去便利店买个甜品吧，还是这个雪大福最好吃。好啦，阿基推荐指数9分，卡玩意儿。我以为开到上海的重庆江湖菜应该被改良的没那么辣了吧？但是果然是重庆人，店开到哪儿都是本地味儿，重庆本地味儿。哇！据说这个品牌1942年开到了现在，都80多年了。我也是开谢霆锋探店我才知道的。又到了干饭的日子。重庆江湖菜有3个特点，就是土粗杂，它起源于山乡村野，发展于民间市井。我们去的是它上海的旗舰店，这入口还挺气派的。到店之后，服务员会先给你来一杯盖碗茶，有一种电视剧的感觉。我们两个点了好多菜，但真的很便宜。它这个老山城叫花鸡的外面是用很厚的面包裹着的，然后服务员会帮你切开，再帮你撕好，然后你可以直接吃。也可以把他们家这个蘸料倒进去。我在想它这个鸡肉为什么会这么嫩，可能就是因为它是包着面包烤的，所以鸡肉的汁水全被锁在了里面。先不说鸡腿肉，鸡胸肉的部分都很嫩，再加上它还配了一个干海椒碟，你就和面包蘸着它吃，特别的满足，甚至有点像在吃口水鸡。但这个菜的气味它更浓，因为这个面包的里面还有酱，口感真的特别好。然后接着是这个菜，它叫光头司令大麻圆，太夸张了。但它怎么吃呢？其实你抱着啃都可以，但它给了你一个小锤子，你可以优雅的把它砸开。它其实很像一个充了气的糖油果子，它就是直接这样扯下来吃就可以了。吃起来心里觉得很脆，然后就是满口腔油润的感觉。如果你吃其他菜觉得很辣，你就可以掰一块这个来解辣。它有点像很油脆的锅巴。他家毛血旺里面的硬菜还挺多，鳝鱼、毛肚、鱿鱼、血旺、猪肝，然后还有一堆素菜，你从下面挖起来就已经能闻到麻辣的味道。先来片猪肝，而且毛血旺里面煮鳝鱼真的很有品味。鳝鱼是一种非常入味的肉类，我的妈呀，好辣！它像一坨没有刺的鲫鱼肉，就是特别香。江湖菜真的太好吃了。这是我最期待的菜，虎皮肘子肉，它中间那个棒子骨是可以直接拔出来，你甚至都用不到筷子。它这个猪肘本身就烹饪过一次，它就自带了很浓的卤味，再加上外面的剁椒，这一口嗦下去，它就是鲜上加香。然后你再吞下去会特别的过瘾，因为它嚼起来真的很滑，鱼香酸辣集一体，所以吃起来你一点都不会觉得腻，你只想使劲刨饭。我发现他们家的菜都特别的入味，所以他们家卖的最好的这个东西就来了。我真的很推荐这个红糖鹰米粥。我之前很不理解为什么一家江湖菜好评最多的却是一碗粥，喝了之后我可以总结一个词，就是浓稠软滑。红糖和红枣的香甜已经渗透到粥底的每一个角落，完全是来自食材本身的甜味。我打包了一份回家。它那个焦焦的猪皮，豆椒好香啊。然后这个是他家的桂花冰粉，真可爱。这个猪肘我真的永远吃不腻。它这个蛙肉吃起来的口感其实比兔肉还要更紧实一点。这个蛙据说是他们这儿最辣的一个菜，你吃进嘴里的前3秒感觉不到任何辣味，过了3秒那个劲儿马上上来。哇！就是刚才那个毛血旺，我没感觉到一点辣，但这个菜是刚才那个菜的4、5倍，但它真的很香。这个菜，总的来说，我觉得他家吃过的这么多重庆江湖菜里面，算是T0级别的。阿基推荐指数8.5分，啥玩意儿？